你有没有过这种经验？在人群中，你第一眼看到一个陌生人，却有一种熟悉感，或者是你正想要打电话给你的好朋友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你的手机突然响起来，正是他打来的电话。难道这一切都是巧合吗？还是说，在这个浩瀚的宇宙中，有一种我们看不见、跨越空间的一个连接呢？爱因斯坦称它为幽灵般的超距作用。今天我要以生物工程师的视角，告诉你一个关于缘分的科学真相。你与特定人的相遇，可能早就在原子层面纠缠在一起了。今天这部影片，我就要用量子力学来拆解那些让你心动、心碎以及心有灵犀的瞬间，让你重新找回与这个世界的连接。大家好，我是 Dr. 静宁，一名微生物学博士、生物工程师。作为一名科学家，我的职业生涯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处理那些看得见、摸得着的实验数据。但我发现，生命中最动人的部分，比如说灵魂契合的那个瞬间，往往是现在的教科书很难清楚解释的部分。如果微观世界的粒子能够跨越光年来互相感应，那由无数粒子组成的我们，是不是也遵循着某种量子定律在互动呢？今天我不只要分享科学，更要带你看看如何利用这个纠缠思维来优化你的人际关系。首先，就让我们来听一个浪漫的物理实验。在量子力学里，如果两颗粒子曾经有过深刻的互动，它们就会产生一种连结，就称为量子纠缠。不管这两颗粒子后来被分开多远，比如说一个在台北，一个在火星，只要你改变了其中的一颗状态，另外一颗粒子呢，就会瞬间也改变它的状态。那这样子的反应呢，它是超越光速、无视距离的。为什么知道这件事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呢？因为在宇宙大爆炸之初，我们所有的原子其实都是纠缠在一起的一个点。从物理学的角度来看，你跟你的爱人、你的知己，还有那个正要相遇的人，在数百亿年前，可能就是同一股能量的一部分。那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会觉得，频率对了。那既然我们知道量子会纠缠，我们要如何利用这一点来吸引到对的人？你有没有发现，当你处在一个焦虑、恐惧的情绪中的时候，你所遇到的人似乎也很情绪化。这不只是运气哦，在实验室里面，我们观察到，观测这件事，它会去影响到结果。所以啊，你的意识状态就像是对这整个宇宙进行了一个测量。如果你想要一段高频率的关系，你就必须要让自己先稳定在这个高频率的状态中。当你把自己调整到一个自信又开放的状态中，那些与你产生共鸣的人，也就是与你纠缠的人，自然而然就会从背景噪音里面显现出来。这不是迷信哦，而是在混乱的几率云中做出你的选择。那如果这是一段让你痛苦又已经断掉的关系呢？很多人啊，在分手之后，还是可以感受到对方的负能量，或者莫名其妙的在深夜想起对方。其实这就是一种负能量纠缠。量子纠缠这件事啊，它是不会轻易的消失的。但是在生物工程学里面，我们有学到一件事，称为退相干 （decoherence）。当一个系统受到外界足够多的干扰以及新的互动，原本的这个纠缠的状态，它就会瓦解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如果你今天想要忘掉一个人，我们所要做的呢，并不是不要去想他，而是建立一个新的连接，把你的注意力放在新的学习、新的环境。这个时候，你就在对你自己的生命系统做了一个新的重新测量。这样一来，旧的纠缠它就会自然的退去。在科学的世界观里，我
我们习惯把万物看作是一个独立的个体，但量子纠缠告诉我们一个温暖的真相，就是我们从来都不是孤岛。在这个庞大而冷漠的宇宙里，每一场动人的相遇，可能都是几百亿年前早就为你写好的伏笔。每一次的心有灵犀，都是宇宙在告诉你，你与这个世界有着深不可测的连接。所以我们不需要害怕失去，也不用焦虑未来，因为那些真正属于你的连接，早就在原子层面与你交织在一起了。而你需要做的呢，只是好好的准备好自己，等待那个瞬间的坍缩，将缘分化为现实。最后，你也有过那种心有灵犀的时刻吗？或者你曾经为了断开一段负能量而做了哪些努力呢？在留言区跟我分享你的故事哦，我也会回复大家关于科学与缘分的各项疑问哦。如果今天这一部影片让你重新看见了人与人的连结，不要忘了要给我一个赞，同时分享给那个与你很有共鸣的人哦。最重要的是，不要忘了订阅我的频道，同时开启你的小铃铛。我是 Dr. 静宁，在科学里看见奇迹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